苏恩牧师啊，通过这个营会，你有什么体会啊？这个营会呢，就是我觉得很棒的方式，就是他们让我们去体验，然后而且台上所分享的都是夫妇，不是只是一个名讲员，那他们都讲一些他们自己怎么样的走过的心路历程，所以我觉得就是给我很大的帮助，就是看到说啊。我们都是这样走过来的，我们都遇到一样的问题，然后他们并没有比我们高明到哪里去。那如果他们都能够走过来，那就给我很大的盼望。他是比我早走了几步嘛，那我就跟上就好啦，就是知道这个是很有盼望，我们可以走下去。那再来就是让我就像学员讲说，其实透过这个营会，让我们看到一个就是我们有一个体验，就是怎么样去在正向经营关系，然后还有怎么样去处理彼此对对方负面的情绪。那有这些经验，而且是在这个有辅导、有这个其他夫妇看这个环境下面，安全的环境下面，我们就有这样正向经验。那以后再发浪，或是我们自己再回家解决问题，就比较有把握说不会一不处理不好就变成擦枪走火，而且慢慢就可以成为养成习惯的一个契机。虽然3天2夜不能说整个都习惯都定型了，但是起码有开始。那对于后面如果持续愿意这样去让保养婚姻成为一个习惯的话，而不是头病医头，脚病医脚，有问题才来解决。通常有问题的时候呢，那都是比较麻烦的时候，你要花双倍、加倍的时间、精神，有时候也不见得处理得好。但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让我重新去反思一件事情，就是我到底把婚姻当做什么？那我觉得很多人夫妻在说没有去面对婚姻、去经营婚姻的没有这个意愿，是因为他们在一开始对婚姻有不是一个从圣经来的认知，而是从这世界上面价值观来的认知。我随便举个例子好了，在这牧会经验当中，常常听到夫妻里面他们的互动、他们的模式是一种交换式的，你帮我做个，我帮你做个，你对我好，我对你好，你对我不好，那么我就要让你难受。这样的话呢，你是把婚姻当做一种合约，你履行了你的义务，那我也履行我的义务。但圣经很明显的告诉我们，婚姻不是合约，而是盟约。婚姻里面不是因为对方对我好，然后我才对对方好。婚姻是知道上帝帮我们配合在一起，我要学习用上帝爱我的爱去爱对方，就算没有得到我觉得同等的回报，我仍然的这样的去爱对方，是因为我的爱是从上帝来的，不是只是从对方来的。如果从对方来了，就两个乞丐互相要钱，就都掏不出钱来。那只有一起去上帝那边得到上帝的爱，然后呢才能够这个吸饱了，才能够去给对方，然后你才能够感受到那个正向的循环，而不是互相的索要，都在跟对方讨饭，而是一个正向的会感觉到你把从上帝得到的爱来给我，是这么样的源源不断、永流不断的，那我自然也把我从上帝来的爱，还有从你那边得来的爱，再更多的去来给你。那这个我觉得这是才会产生那个动力意愿，就是我要好好经营关系，因为我在这关系里面经历到那个源源不断的爱，而且这个爱不是因为我表现的好还是不好，是不是我有给你等量，你不会再去放在天平上衡量说我收到了跟我从你那边得到的是跟我给你的是不是一样。如果你在这个比较的话，这个很难会有意愿，人无完人，通常你会就是看到不满意的地方，那就很难就是说产生意愿说，那我要把关系搞好，为什么要从我开始，不从你开始？那就变无解了。所以我觉得这也让我再次看到说，我对婚姻的定义到底是什么？我到底把婚姻看作是合约还是盟约？如果是盟约的话，那我要知道我要持守这个盟约，因为是上帝把我们配到一起，那不是根据对方对我的好坏我来决定我要对方好还是对方坏，而是根据上帝怎么对我，上帝知道他这么爱我，他这样的耶稣基督为我无条件的舍身流血，
我实在没有理由说要去，就像耶稣讲的，上帝赦免我1000万两银子，我还去好意思跟对方讨那10两嘛？对，实在是说不过去。那我觉得常常的去提醒到自己，在这样的一个爱的盟约里面，我才能够产生动力，那个意愿，那个意愿不是被规定的，不是被强迫的，而是因为自己先被上帝的爱先充满。那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有机会去开启那个正向的这个循环。嗯，太好了，刚才提到了这个合约和盟约的问题哈。那在这儿我也想问师母了，刚才牧师讲了一些，就是他从这个夫妻恩爱营当中真正的理解到了，就是婚姻的一个本质到底是什么啊？为什么要有这个婚姻？这婚姻的目的不是一个合约，而是一个盟约。那作为你也参加了这样的一个夫妻营你当时你有没有体会到这样一个深层的意思，或者说理解了这个意思，但在生活中你能不能真正的觉得呢？我认同有关于我们是不是能够按照神的心意来建造这个婚姻的架构哈，这个跟我们当初为什么决定结婚其实也是蛮有关系的。那我记得我在刚结婚的时候，我跟我老公第一天哈，我跟他讲2件事，我说你可不可以答应我2件事？这2件事很重要。第一个就是我们绝不谈离婚，谈都不谈，就是这不是一个选择啊。我绝对我不往那里去哈，所以连提都不提，不要把它拿成威胁啦哈，这个操控的借口哈，这条路封掉了没有？第二个就是我们要愿意透过任何方式来改变跟成长。我老公记得吧？这是我跟他提的。那其实对，如果我们一开始就觉得哎呀那没关系嘛，我也不知道会不会跟你走到底，咱们试试不行就撤了哈，这个不行啊。那一旦我们已经认定说这是一个只能往前走不能后退的路的时候，基本上我觉得对于我们愿意去经营这个关系有很大的帮助。因为我们不会有这个幻觉，会觉得说那又不是我的错，我换一个人就更好了下一个婚姻也许就怎么样，条件更好或者怎么样，你不会有那个幻觉，因为你会想要把这个经营好，对不对？就不会想要逃避，不会有错误的假设，也不会有错误的期待，然后也有意愿说我们要往前走，我们要努力，不会想要说不行就放弃，就没有放弃的空间的时候，往前走就容易了。那我很感恩，这就是我们有共同的价值信仰的优点，就是我们愿意去看神怎么看这个婚姻，我们愿意去努力不是所有的夫妻都是这样，真的那我们虽然幸运，就是有结婚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是基督徒我们也愿意往前走愿意在这个方向按着神的心意来经营那我们参加夫妻营的时候，也有看到好多人是可能一个信一个不信或者是都快要放弃了，快要离婚了，只不过拿这个就是止疼药对最后的办法可是说你能够把另外一方拉来，那还有救对吧？能够这不甘不愿的拉来，那也是拉来了。虽然说不一定就这个奇迹就怎么样，但是起码你还愿意再给一点点机会，再给一次。我觉得愿意的心很重要。那要是我们真的是看见神的心意在婚姻当中的话，我们就不会去不愿意经营婚姻。我们愿意经营婚姻的心就会大大的增加，我们就不敢离婚，我们就不敢去做破坏关系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我认同他，就是我们是盟约，这是我们一生的约定，是不可磨灭，是人不可分开，是不能放弃的。这一点也非常的重要。刚才师母提到的就是说这个2条一条就是没有退路了你要经营下这个婚姻的时候，开始之前你已经要想好我没有退路我们不能够提离婚，我们不能够动不动就拿这个当这个好像口头的这一个挡箭牌也好，或者是
这个火箭也好啊，我要想射你的时候，我就先来这一条，我们离婚吧，我们分手吧。其实有很多家庭都是这样的啊，只要是过不到一块儿了，哪件事儿不满意了，那个太太就张嘴就说我们分手吧，我们不在一起了，或者先生也是这样。但是刚才二位就是很聪明，首先在结婚的那个时刻就已经定下了这一条，就是说我们不能够有退路，我们双方都不能够提这件事儿，这个非常好啊，非常实用啊，给我们不论是要走入婚姻殿堂的，还是说我们还在婚姻里面的啊，这个非常好，从现在就应该立个志，我们不能够用这样的话威胁对方，或者是做一个逃避的借口这个是太重要的一件事了。第二个呢，就是刚才师母也讲说，双方都要有意愿，愿意来改变这一定是双方，而不是单方。那单方就是一个走一个不走，一条腿向前迈，一条腿后面扯着，那两个人谁也走不了，对吧？所以就是一定要是双方都共同向前迈腿往前走。那这样的话呢，不管是一个前一个后，总是在走的这个过程当中嘛，所以我们就能够有希望，就能够往前一直的向前面我们更美好的一个目的地去进发。这两条给我们一个特别好的总结，也给我们特别好的一个生活技巧其实这也是一个技巧，就是你心里先想好了怎么样做，那你就定下来了你就不会在这当中摇摆特别的好。好，那谢谢牧师和师母给我们今天这么好的分享。我希望呢，下一次我们能够分享一些你们生活中的小例子就是更加实在的让我们的各位朋友能够听到就是你们在生活中怎么活出来的，那怎么样能够践行这个盟约，而且怎么样能够践行到就是我们双方因为什么事好像看似都要打起来了，但是我们还可以忍住，不提离婚，不提分手，然后继续向前改变，好吗？欢迎你们再跟我们一起分享。好，谢谢你们。